飞机。报告长，我们的部队正在向飞鱼移动，快！知道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没事，赶紧回到你的阵地上去。刘队长，前面的山上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？像刚才这样一阵猛烈的炮火，山上应该不会有太。看，河本带领他的部队就要攻上山头。还好，崩死他狗日！这，你是土炮吗？是啊。通知你们的部队，记住密林有敌队形，展开防御，防止中岛联军的突围。我这可没中家伙，我们山上可都是牌子枪。抬过来。哎，那我们大当家的那咋办啊？他们居高临下，情况要比我们好得多。我们是平地作战，没有重武器，随时都可能被中岛联军撕开个口子。那你们的队伍也来了吗？我们有2个连同时下来的。那就。
好击开机！弟兄们，给我狠狠地打！火力が猛烈で我々は通らない。おいでくれ！云长，震到炮府了！当家的，鬼子要来了！快，来吧，走！虎王啊，没事吧？
吗？没事。来吧，小鬼子！那一仗打得很惨，好几个我认识的大人，包括黑旋和二转子他们，都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。可叫人痛快的是，那次伏击全歼了凶狠的真道连队。国恨家仇催我长大。几年以后，我的个头已经有马枪那么高了。我也跟着爷爷和爸爸一起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，开始了此后漫长的14年的战斗生活，直到1945年把日本鬼子彻底赶出了中国。这就是我爷爷、我爸爸的故事。好心当了驴肝肺啊！黑卷儿，那个杨云昌在吗？我把这重要的消息告诉他得了。胡队长，你就甭当马虎眼了，有什么话你直说吧。我们大队长可正在火头上呢，你就别再怄他。他不让说话，你这都。你甭给我抖机灵，啊！你能有什么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哎，藤也死了，知道吗？让人家把那脑瓜盖子都打开了瓢了，尸体扔到城外头去了。谁死埋谁啊？关我屁事！死的可是藤野啊，他可是日本人啊。那是你们保安队的事儿。那你就不想知道他为什么死的吗？凭藤野的功夫，那是一般的人能对付得了他的吗？说明对手不是等闲之辈。哎，那要因为啥非要置于他死地呢？有没有杀人灭口的可能呢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藤野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？那又因为啥事儿，能非要下这么狠的手呢？你甭在这给我兜圈子了，我听不懂。你有话你就直说，啊！哎，真岛是不是让你去打探那批武器的下落？啊？藤野能闲着吗？你是说，藤野有可能知道那批武器的下落，所以才给人杀死的？这是你分析的啊！我觉得吧，你分析的有道理。他死在城外什么地方？荒郊野外的。哎，我按照藤野尸体的位置啊，我在周围走了这么一圈儿，哎，就在那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啊，我看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。哎，我又派人去看了几次，还是那几个人在那周围转悠。那你们保安队为什么不去探探虚实呢？我不想活了，我正如你说的那个，要是打起来的话，我那个人能蹦得几下啊！瞧你这个没出息的样！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要是那批武器的事情，我面对的可是正规军。说的和真的似的，啊？那他为什么把武器放到城外呢？我觉得吧，
只有一种可能，等买主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！黑旋，跟我去一趟。依我看啊，事情的虚实还没弄清呢，咱们兴师动众的去啊，肯定得惊动真岛。到时候万一不是那样的事儿，咱扑了空，咱不就更没脸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依我看，咱们带上几个贴心的兄弟，换上便衣，先从那儿过一趟，看看反应再说。那可不行。那万一要真要打起来，那大队长出危险了，那怎么办？我说胡队长，啊，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相信那块地儿还真能有事儿，但不至于是那批武器。你想啊，抢劫武器的可是正规军，按你的说法啊，更像是柳子里的活儿。有点道理。让我看啊，肯定有批大买卖在那儿做。这么一来的话，跑不了是那些杂七杂八的小柳子所为，就听那大哥能耐，到那儿盘盘道，他们都是归顺。嗨，这么一来呀，咱们既得了买卖，弄不好还得上一批人呢。如果这点事儿要惊动了真岛，他又该把大队长往歪处想，可不是吗？行啊，小子，脑子没白长。行，带上几个人，走吧。啊，咱们去一趟。走，真的去。对，就不动，里边，你跟里边说一声，我在这儿放路啊。是哪路英雄摆的火将啊？没有人了，不完成了，这还有马蜂呢。走。大当家的，你看。打开，走吧，快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原来全不费功夫。应该是被丢的武器吧？没错。莲花，我倒要看看是哪路的柳子。上当了！行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咱们准备开始吧。哎，你别喊，你一喊就坏事了。领头，哎，你把刚才教你的话大声喊，喊完咱们就走。好，大当家了，我们上当了，下山后把日本人引来了。咱们现在先走，以后再收拾他们。下。バカ野郎！行け！学科、配置の中で誰かに破壊されてしまい帰りました。おそらく何らか布教しているようでした。私も聞いている。奴らは俺が罠を仕掛けたと思ったらしい。哎，连队长啊，连队长，武器我全部找到，都在这儿了，一样不少。再稍息啊。很好，你做的非常出色。
卡木君，やつは縛り上げろ！哎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！我跟你说，是有人给我下了刀！霍生，霍生，黑旋，你最清楚了，你可以给我作证的。报告大队长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我一直在暗中监视山上口的行动。今天他说一件秘密的事情，不让我告诉任何人。出来之前，我已经给你报告过了。我接到你的报告了。黑旋，你不是东西，你忘恩负义！大当家的，没有办法，你就给我再多的钱，我也不敢背叛关东军呐。杨运超，我现在终于搞清楚了，都是你下的头。你勾结杨毅，抢劫了这批武器，然后再陷害于我。连队长，你不能听他的，他才是真正的奸细。只可惜我没有抓着经营军火的人，不过这已经足够了。你现在说啥都没有用了，懂吗？回军营。是。报告连队长，我多次派人侦查，摸清了这支部队的行动规律。他们现在驻扎在大黑山，总兵力大概有300-400人，都是一些其他地区被打散的部队。川本君、ようによると大黒山に300-400ほどの正規部隊がいるそうだが、本当なのか？ええ、本当です。俺が見たのは大体同じです。杨大队长，这一仗你打算怎么打？我认为他们的存在，并不会给当地的治安带来更大的威胁，尤其他们现在盘踞在山上，如果硬攻，啥意思呢？你的思维需要转变一下。其实这支部队，我也并不想急于动它，它早晚都是我囊中之物。如果按你所说，等这支部队有所行动，在各个击破，那么势必在我们这个地区会发生多次战斗。那么吕长朗阁下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个治安优秀区？第二，我有必要让你见识一下关东军真正的作战风采。你现在需要转变一下真正的军人思维。连队长，你话
光线极好的情况下进行。那这种仗，又是大白天的打，我们在明处，人家在暗处，那不请等着送死吗？首先，我会集中所有的炮火，向山上倾泻上几百发炮弹，目的是摧毁敌方所有的防御体系。然后，我们的士兵会在重身炮火和重机枪的掩护下轮番冲锋。那如果对方要组织有效的反冲锋，那我们这些冲锋的队伍不白送死吗？我们的第一轮炮火足以摧毁或者严重破坏敌方的防御体系，并且会大量的杀伤一线士兵。在我们进攻的时候，他们还不可能组织有效的反击。即便是非常有经验的防御部队，一旦暴露了他们的火力配置，也难逃我第二轮炮火的打击。那如果敌人组织小股部队给我们来个反包抄，那咱咋办呢？你的治安军是干什么用的？我会在战斗打响之前，把治安大队布置在攻击部队的两翼和后方，防止敌方小股部队的偷袭和骚扰。哎呀，你说这些事儿，我也都能想到，可是我就没有接触过那些大炮啊，还重武器啥的有的。如果其实我要有那些东西，真的，你也不是天生的指挥专家，我也不是，但是军校会培养出大量的战术专家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会推荐你去帝国陆军学校进行深造。可是现在，还是先让我做你的第一任老师吧。谢谢连队长栽培。等战斗打响的那一刻，我会让你站到我的身边，亲眼目睹战斗的全过程。治安军的士兵们，你们是满洲的优秀儿女，你们肩负着与关东军一道，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的神圣使命。今天，你们已经不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你们是经过大日本帝国皇军训练过的正规军人。从狭隘的意义上讲，今后你们面临的敌人，你们会认为是自己的同胞。一切阻碍日本帝国神圣使命的人，都是我们的敌人。如果关东军内部也出现像下山后这样的败类，我仍然会严肃禁忌，革除我论。川本少佐、実行長。はい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冤枉，不行，我冤枉，冤枉，冤枉，我冤枉，我冤枉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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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冤枉！我冤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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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閣下、実行官の。杨运昌出列。现在，我以关东军
第15师团第4混成旅第5联队的名义宣布，是安军第1大队和第2大队合并，组织联合大队，大队长由杨运昌担任。侦导的部队离3下还有1里。知道了，传令兵。控制部队隐蔽到后山，防止敌人炮火攻击。是。还有，通知炮兵连，把炮火的射程全部调整到对面山梁以内的腹地上。没我的命令，不许开炮。是。閣下、その満州人たち信用していますか？川本君、要は危険な人物だ。彼に気をつけろ。もし異常があったらすぐに殺せ。大海面の突撃は治安軍を行う。君はどう思いますか？それでまずい。奴らの部隊は広く分布している。これでうまくいかないだろう。閣下の考えはもっともです。満州人は永遠に信用できません。要はとてもずるいやつだ。奴には十分注意した方がいいだろう。要は一旦動き出したら我々は手加減しなくていい。战斗打响以后，1连和2连分别从左右2翼隐蔽下山，和杨运昌的侧翼部队相连接，对真岛联队实行合围。是。3连、4连，在敌人第1轮炮火结束后，进入前沿阵地。记住，等敌人的步兵冲击到30米距离的时候，才可以开火。这样一来呢，敌人的炮兵就派不上用场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炮兵连向敌人的腰部发起攻击，将敌人从中间截断，逼迫后面的敌人往山梁上撤，给杨运昌的进攻打好基础。土豹，哎，你带一路人马到对面山的左翼阵地进行埋伏。咱可没种家伙，怎么跟人干呢？别说了，这是连队长的命令。好，弟兄们，跟我走。白给飞旋。你们俩带一路人马到对面山的右翼阵地进行埋伏。是。弟兄们，走走走。风带走了那片云朵，心留在了那条冰河，雪掩埋了你的笑容，期待着在你的春天走过。哦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事，那年那月，那个村庄还有那套马车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事。
那年那月，那条山路，那匹烈马，那一腔热，那一腔火，那一腔热血，那一声长啸，喊我山河。前面都是树林，啥也看不见。我只需要看看对面山上的轮廓，便可以判断出敌方部队的防御状况。你看，前面树林很密，而且纵深很长，一旦战斗打响啊，我担心敌人呢会从两侧向我们包抄。如果背后那山梁被他们占领，我们会腹背受敌的。穿过对方这面树林，就是一片开阔地。非常有利于攻击部队的火力配置和部队的展开。现在可以命令你的部队占领那座山梁和两翼。我这手里没啥重武器呀，能不能在山梁上给我摆2挺重机枪呢？如果有小的部队绕到这座山梁的后边，恐怕正面的战斗早都结束了。你不需要重武器。两翼部队也只配备了2挺轻机枪，而且力量很弱，这仗你让我咋打呀？你以为你的部队真会有像样的战斗吗？如果一旦开火，我怕他们盯不住的。你放心，说老实话，你的部队散布在周围，其真正的任务
山上应该不会有太。不是吗？看，河本带领他的部队就要攻上山头。明昌，事先你为什么丝毫没有侦察到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刚才只观察山下了，山上的事我根本没看呢。看山上的部队与他们的火力配置，应该是一个正援军的加强营的兵力。这不可能吧？还好，崩死他狗日！你是土炮吗？是啊。通知你们的部队，记住密林的有敌队形，展开防御，防止中岛联军的突围。我这可没种家伙，我们山上可都是排子枪。抬过来。哎，那我们大当家的那儿咋办啊？他们居高临下，情况要比我们好得多。我们是平地作战，没有重武器，随时都可能被中岛联军撕开个口子。那你们的队伍也来了吗？我们有2个连同时下来的。
快，长过个噻！云长，真岛破釜了！大当家的，鬼子要来了！快，来吧，走！虎王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吧，小鬼子！那一仗打得很惨，好几个我认识的大人，包括黑旋儿和二转子他们，都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。可叫人痛快的是，那次伏击全歼了凶狠的真道连队。国恨家仇催我长大。几年以后，我的个头已经有马枪那么高了。我也跟着爷爷和爸爸一起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，开始了此后漫长的14年的战斗生活，直到1945年把日本鬼子彻底赶出了中国。这就是我爷爷、我爸爸的故事。火光的方向八成就是你们家呀。八成啊，咱这院子里一共有多少条枪啊？我保安队员的加上白给兄弟留下的，大概40多条吧。怎么着？你是怕他们一会儿奔这儿来啊？有这可能。虽说今天晚上他们要找的是我，可这万家大宅必定与日本浪人有仇啊。如果今天晚上他们来的人多，又没找到我，就很有可能到这儿来砸一下。你放心吧，按您的吩咐，
弟兄们谁也没敢睡。那就好，马上通知弟兄们，做好准备，以防万一。你不说他们那边也就是30-40人吗？要是真来了，那吃亏的肯定是他们的。防了点儿没坏处，啊。你派出去探信的兄弟回来没有啊？应该差不多了，我先把人布置上。你放心，你先进屋歇着吧，啊？你派俩弟兄啊，出去迎一迎探信的兄弟，在这个院子四周的墙根底下，都派上哨，挑几个会武功的，防止他们偷袭。你放心吧，等布置好了，我进屋去叫你，啊，先回屋。哎，对了，你保安队不是有块牌子吗？是啊，在我屋呢。马上把它挂到大门口，再派上2个明岗。干啥呀？这你都不懂？哦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日本浪人来找的是白给兄弟啊！他一看这改成保安队了，他也犯不上跟地面上人过不去啊。明白了？明白了，走，这是好主意。妈，这半夜3更的，你老起来干啥呀？没事儿。烧上来。烧上了，烧的还挺旺啊，都是些好木头啊。哎呀，耐烧，且烧一会儿呢。妈，那我爹呢？他压根儿没睡呀，想出来看看，我没让他出来。他要是看见了，心里肯定难受。那您老就先进屋歇着吧，着火的事儿先别跟他说。早晚知道，这家是回不去了。你说再咋的？他们这些人咋就烧房子呢？就这么大的仇啊！妈，您老就别瞎猜了啊！先进屋歇着去吧啊！队长，进屋歇着吧啊！行了，房子都烧了，还说啥呀？哎呀，真是的！气儿回来了，走，到你屋去。哎呀，你慌什么呀？啊，慢慢说。得亏院里没人，要不一个都跑不掉。人太多了。喘口气。什么是人太多了？多少人啊？啊？大概有100来号吧，我都没看见，一点声都没有。等我看见的时候，已经到院子门口了。你他妈放屁，肯定他妈睡着了，啊！100是耗子人，100是匹马，那么大动静，你能没听见？啊！让他把话说完了。我真没看见，我一点都没敢打。再说这么冷的天，我就想睡觉，我睡不着啊。这位兄弟，你注意了没有？他的马蹄子上是不是裹了什么东西啊？真让您说对了，我刚开始我还纳闷呢，怎么一点声都没有？我还使劲拧了自个儿一把，看是不是在做梦。后来我仔细一看，才发现原来马蹄子上全都裹着布。那不是布，是用布裹着的棉花，用不了太厚，就像咱们的棉袄的厚度就可以。只要裹在马蹄子上，跑起来就没啥动静。
要是正常颠的，几乎就没有声。还有没有说别的话的？除了日本人，没人言语，直到把门打开了都没人说话。后来我瞅那意思像是扑空了，就听见一个人在那嚎嚎，声可大了。他喊：“杨大当家的，起床吧！”后来就着火了。哎呀，水牛啊，你这脑子他妈有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就不会在那多待一会儿啊？看他们最后上哪儿去？啊，在那多待一会儿，能把你冻死啊？我这瞅他们人多，我这不就寻思着赶紧回来报个信，咱好有个准备嘛，我就赶紧跑回来了。哎呀，叔，只这个废物是不行的，啊，我再出去重新布置一下，恐怕今天晚上咱们要吃亏啊。不用了，到现在还没动静，今晚就没事儿。你不是说这院子跟日本人有仇吗？这伙子不是日本人，回头。是下山吼。不会吧？他那几手过马蹄的招，是我教他的。他咋知道你在哪儿住呢？是啊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。看来，他们可能已经联手了。可这就奇怪了。怎么奇怪呀？正像你所说的，下山后不知道我在哪儿住，可四井村的藤野有可能从竹袋子和真岛那儿知道。其实我今天晚上防的是他们。如果下山后跟藤野串通起来了，他们早就该到这儿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想想，他们今天晚上在我那儿扑了个空，肯定会把气儿撒到这儿。那么多人出动，不会甘心白跑一趟吧？我还是没听明白。那这又说明是什么呀？说明给下山后通风报信儿的，不是藤野，而是另有其人呢。这个人会是谁呢？这事儿运昌还不知道呢。那又有谁知道你在哪儿住啊？这事儿尽到了街坊邻居，根本不沾边儿。他们也不知道老杨家从前的底细。远道的，除了我那两个把兄弟之外，还会有谁呢？难道是他？谁呀？我认识吗？运昌有个师弟。你说是云豹兄弟？不可能，他不是你的人吗？所以说，这事儿奇怪呢。别动！你们是谁？别让我回来！你的会说人话不？你是什么人？你认识我吗？我的别人的太多，记忆力不全。那你的认识他吗？枪呢？你的有枪伤？他当家，你跟他唠啥呀？这小子还没醒过神来呢，他以为我受了枪伤，找他治病来了。这下可醒了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们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你的认识的日本字典？
看清楚。哦，东西的有。你们伤员在哪里？伤员？这儿哪有伤员呢？今天我就是来找你来了。哦，你们绑架的出诊。你是医生吗？哦，日本帝国大学正规的外科大夫。那不得了吗？这叫出诊，懂不？出诊的明白，绑架的出诊不明白。我得助手的有，天亮的上班。啥呀？你还要助手啊？别跟他废话了，告诉他，没有助手能找着你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按照纸条上写的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带着。如果要差一样，我回去就给你动手术，知道不？赶紧收拾东西。哎呀，我痛啊！没事。哎呀，我痛啊！医生马上就到了，再忍一下哈。哎呀，痛啊！进去吧。哎呀，大表哥，医生来了吗？啊，大表哥，这宿冻得够呛吧？他把人都整这儿来了，有死的吗？这宿多亏何美了，她说把伤员整这儿来，她好照顾。那何美呢？何美？嗯。哎，刚才她还在这儿呢。少兵啊，看上那日本姑娘了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告诉你啊，她是跑了，我活剥拉里皮。不可能啊！我连眼皮都没长，肯定在里面。大表哥，人在这儿呢。你踢他干啥？疯了？人家也是一宿没睡。没睡你就睡去呗，谁又不是不让你睡，你踢他干啥呀？一理还不分。对的。干啥去啊？二壮子，哎，他咋的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脑瓜子白长了？他为啥生气你都看不出来？你都看不出来，我哪看得出来？大概是太累了，奔跑累气味了，耍性呢。累就累呗，他就歇着呗，他耍啥呀？哎，你搁这笑啥呀？你还不赶紧照顾伤员呢？哦，助手那里。助手？没有助手你干不了活是吧？你自己干啥吃的？誰か呼んでる。何でしょうか。私は医者の崎田と申します。連れて来られたんです。崎田先生、私は和美と申します。東京医療学校で勉強しました。2人負傷者がいます。1人は重傷で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重傷者はどこですか？先生、私について来てください。喂，七天，你这个老王八犊子，我那些弟兄们一眼都没看，就直接奔你们日本人来了，是吧？你能不能不像野兽一样的好？你这个小丫头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每一个伤员的受伤程度和需要就诊顺序我比你清楚，请你不要妨碍齐天先生的工作和伤员们的休息。你可以出去了，你可以。这是我的地儿，我愿意咋喊咋喊，乐意治治，不乐意治都死。大当家的，知道你也累了一晚上，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把大夫请来，还把皮袄给我盖上，可你就不让大家心情好一点吗？齐天先生是在执行他的工作，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？那个，谁快死了，先给谁治，啊！干活吧。我可以开始了，齐天医生。大伙儿就这家伙折腾。